谭明凯就在外面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你，如意，从来没有爱过谭明凯，你心甘情愿留在童家，替我哥照顾爹娘一辈子。思若，你别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爹已经通知警局了，明天就来缉拿你归案。可是我没有杀人啊。谭明凯已经为你打伤我家门了，我爹已经认定谭明凯和你串通一气，谋害童家。你想连累谭明凯吗？你非要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，害得两家人反目成仇吗？你说，你到底肯不肯？思若，那我呢？我的爹呢？我的家，还有我的一生。如果你不肯说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思若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你不想伤害我，就照我说的做。你已经害死我哥了，还在乎多一条人命吗？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儿子和他爹一样，为了个采茶女着了魔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只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想让童家置如意于死地呢，还是想救如意？说实在的，我心里也没有主意。不救他，我怕明凯会为他豁出自己的性命。他为如意，他真的会豁出命哦。所以，我才来找邱朗商量。他和局里那个张局长关系很好，实在不行，请张局长高抬贵手，只要让如意离开乌茶镇就行了。张局长那儿，我可以替你去说。你可以帮我，我求你了。我可以救如意一条命，但你可要想好了，把他给送走，你留得住你儿子吗？六爷，梅老九知道童家通知警局去抓人，已经冲到童家去抢人了。邱朗哥和谭少爷都在。我们去童家。秀杰，你现在去童家干什么？啊？你是要站在哪一方？你是站在儿子那一方呢，还是站在童家那一方？你站在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对方的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要问你，你如果真的想救如意的话，那你心里要有准备，因为明凯迟早会把如意接进谭家。不，我绝不答应。我反悔了，我恨不得他马上消失。秀杰，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最后逼死的会是你儿子。爹，如意，慢。我和我的儿子阴阳两隔，你们父女两个怎么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团聚呢？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翻出来，做一个了结。如意，你把你怎么勾结他们，设计我们童家害死耀东的事，全都讲出来。童老爷，我没和任何人有勾结啊。不可能，不然阿康怎么从耀东的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呢？他们没有想到耀东没有死，所以你就嫁到了童家，害死了耀东。我们童家没有顶梁柱了，于是高秋郎后脚就入股了谭家的茶庄。这一切还不清楚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证据呢？证据就是如意。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，除非她交代出来和你们之间的勾当。童老爷，我发誓，我和高老板还有谭少爷之间真的没有勾当。没有勾当，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坐大牢受大刑吧。童小姐，
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就放了我家如意吧。童家的命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来还。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如意还活着，所有人都别想活好。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入土大半截的人吧。谁可怜我们家耀东啊？童夫人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。你要打要骂我，谭明凯受了。但是我请你放了如意吧。你做梦吧，谭明凯！他没有勾引我，是我爱上他。你爱他？你说，你爱他吗？说呀！我不爱谭少爷，我也不会离开童家。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可是如意自己愿意留下来，她还是我们童家的人。我就不相信这个玉佩会不知所踪，我就不相信可以瞒天过海。我要把我儿子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记得啊。当年我们就在这儿山盟海誓，私定终身呢。你答应过我，要跟我远走高飞。我满怀的兴奋等着你来的时候，等来的却是你父亲派来的家丁，要把我扔进这湖里，置我于死地。当年我爹把我软禁了，等我逃出家门赶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已经……那天晚上，我在这儿哭了一个晚上。事情告诉你了，当我看到派来那些家丁他们狰狞的面目时候，我认为是你希望我死，你不想让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让别人知道，想让它永远石沉大海，所以我没有劳烦他们动手，我自己就跳进这湖里了。我答应过你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会受了这份情。我做到了，可你呢？你没过多久就凤冠霞帔嫁给谭景元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别无选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很愧疚。每到你走的那一天，我都会祭奠你。你能那么做，我很感念你。可是现在你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呢？你逼着他去同思若，而且还想把他心爱人置于死地。我要你放过你儿子。你逼死如意的结果就是，要么谭明凯跟我一样，用死去收获一个女人，要么他就会记恨你一辈子，而他永远会活在痛苦和愧疚里，年年去祭奠一个女人。你是想劝我放过如意，成全她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如果你还坚持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去童家，而且我可以帮你啊，我也可以帮你置如意于死地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你就变成杀害如意的帮凶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，我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做个比他父亲更响亮的男人。身为男人呢，谭明凯已经比他父亲强100倍了。经过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看得出来，谭明凯他是一个可以为情活，也可以为情死的人。可我怎么跟童家交代呢？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。童家的人对如意恨之入骨，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都怪我，为了一块石头，害了我的女儿。为什么童老爷说，耀东临死之前告诉他，是阿康拿走那块玉佩呢？这就叫仇恨呐！仇恨让童家的人失去理智了，谁帮着如意，他们就恨谁。
再说，童耀东的为人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死也会拖着人下水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帮如意洗脱罪名。除非锦华自首。你们想想看，要是锦华自首了，童家的人不会把他送进大牢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锦华姐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一直都很同情如意的。我想我去跟她说说，她会帮如意的。叶子小姐，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九叔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。对了，明凯，要是你的母亲再以死相逼，你怎么办？少爷，我想夫人八成是知道你去童家的事儿了。一会儿你见着她，别跟她吵，顺着点她，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坏的打算，什么意思啊？哟，夫人来了。夫人，少爷可是等你半天了。你先下去吧。你娶不娶思若，但你要娶的人绝不能是如意。没想到他也有今天。你还恨他吗？我就是靠着对他的恨，才打拼到今天。原来你和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复仇。当一个人想要征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一生啊，就变成一场对决。但是义父，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手，就是童老爷。他还抓着阿康拿走玉佩的事情不放吗？对，本来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。谭明凯为了救如意，差点就和童家反目成仇。但是童老爷放出话来，他说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我担心的是，如果他真的大张旗鼓去查，那么谭明凯、谭夫人还有如意，迟早会怀疑我们的。简单，就把这块玉佩物归原主啊。物归原主。既然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块石头的来历，那现在也只有让这块石头重新出现在梅老九、云霞还有魏大夫的视线里，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稍等。明凯，你这是要去童家吗？你怎么不问我要去哪？妈，你也要去童家？
既然我儿子能够为了如意不惜一切，我这个做妈的，只得替我儿子去求童家放人，就向童家赔罪。我们一起去。我惹的事情，我自己担着。六爷，单凭这块玉佩，只要张局长您反将害死童耀东真凶的帽子扣在锦华身上，洪家自然会放了如意。六爷如此安排，是给童家有成吗？那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原来六爷真是要灭的是谭家。事成之后呢，会让你如愿以偿的高升到上海警备厅。多谢六爷提拔，在下万死不辞。别死，死了之后怎么封官进爵啊？是。